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终奖发放日这天，平日里静悄悄的办公室一下子像炸开了锅。快看手机，年终奖到账了！同事这声激动的呼喊，就像一颗石子投入热油锅里，瞬间炸出一片喧闹，惊叹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，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兴奋的味道。每年放假前半个月发年终奖，这是公司雷打不动的老规矩，大家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，就盼着这时候能有点盼头呢。我才拿到1万，1万不少了，我才8000，部长肯定拿得多。那还用说，部长可是咱们销售部的顶梁柱。听着同事们七嘴八舌的讨论，我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也跟着掏出手机。很快一条短信蹦了出来：磁体股份有限公司向您尾号 XXX 的账户汇款人民币3万元，附言年终奖。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我瞪大双眼，使劲眨了又眨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。没错，就是3万。这跟我年初根据公司激励政策预估的100万奖金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年初公司明明白白出了销售激励政策，销售额在1000万以内，按1%利润提成，超过1000万，按3%提成。我今年可是拼了老命，拉来5个大单，个个都是几千万的。照这么算，年终奖起码得有近100万，怎么就给我3万？就算不算提成，按部长3倍月薪发年终奖，也不该是这点钱啊！部长，您年终奖拿了多少啊？同事们好奇地围过来，我默默把手机揣回兜里，板起脸，都别瞎扯了，赶紧干活去。公司有规定，工资奖金这些不能随便讨论。说完，我猛地站起身，心里窝着一团火，这事儿必须得讨个说法。我气冲冲的大步流星走向总经理办公室，门都没敲就推门而入，宋总和林总都在里头。我简单打了个招呼，直接把手机啪的一声拍在桌上，屏幕上那醒目的3万块钱就像根刺扎在我心上。宋总，我这年终奖是不是发错了？林总抢在宋总前面，语气不善地呛道：没错，给你3万不少了，还不知足。小丁啊，公司现在日子不好过，你们得体谅体谅。我眉头紧紧皱起，压抑的怒火在声音里翻涌。年初公司明明出了销售激励政策，销售额在1000万以内，按1%利润提成，超过1000万，按3%提成。我今年拉来5个大单，个个都是几千万的，按这个算，年终奖起码得有近100万，怎么就给我3万？就算不算提成，按部长3倍月薪发年终奖，也不该是这点数。林总撇了撇嘴，满脸不屑，那个政策不合理，公司早取消了，客户选咱们公司靠的是公司招牌，跟你个人有啥关系？再说了，你们销售部出差，路费住宿全是公司掏的钱，说白了，你就是干好本职工作，还能借着公费到处潇洒，还要啥额外奖励？我来了之后，规矩都得改。我再说一遍，年终奖没错。这番话让我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。公司要求销售部每年至少1/3时间出差，可我这一年至少有2/3的时间都在外面奔波，白天马不停蹄地见客户、谈单子，晚上还得熬夜写报告，经常凌晨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飞回公司，还来不及喘口气，又要赶下一趟飞机，在飞机上打个盹就算休息了，哪有什么旅游的闲工夫？至于公费吃喝，
每次酒局饭局，我都是硬着头皮上阵，白酒一杯接一杯的灌，好几次喝到吐。现在胃都落下了毛病，在林总嘴里，这些艰辛竟全成了我的福利。我正要反驳，林总却又得意洋洋地开口：另外，销售部也该注入点新鲜血液了。你这个部长位子，让年轻人锻炼锻炼，以后你当个副部长，帮衬就行了。我没理会林总，目光直直地盯着宋总。宋总却低下了头，躲开了我的视线。丁部长，这是公司的决定。我沉默片刻，缓缓点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既然你们做得这么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刚回到销售部，林总就跟了进来。刚一进门，就瞅见苏家在收拾东西。林总清了清嗓子，扯着嗓子大声宣布：现在宣布人事变动，为了让销售部更有活力，由苏家暂时担任销售部长，丁明降为副部长，从今天开始生效。说完，他冲苏家招了招手，苏家立马小跑着站到他身边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。以后还请各位同事多多关照。办公室里一片死寂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带头鼓起了掌，然后站起身，让出部长的位子。既然林总这么安排，这位子你坐吧。不过副部长我可干不了，我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，就当个普通销售员得了。林总脸色一沉，冷哼道：行，那就当销售员，副部长的位子以后再说。我二话不说，把工位搬到了办公室最角落。我心里清楚，公司今年上市后，来了几个新的大股东，林总就是其中最有话语权的，而苏家是他亲外甥女。这丫头刚来销售部时，就爱对人指手画脚，看在林总的面子上，大家一直忍着。我原本以为林总只是想给外甥女找个地儿混日子，现在才发现他们的野心可不止于此。想起刚才苏家炫耀自己拿了2万年终奖，我忍不住摇头。这销售部长的位子哪有那么好坐？坐在角落，手上突然没了那么多事儿。我望着窗外发起呆来。我算是公司的老员工了。公司刚成立没多久，我就加入了。最开始在技术部，我带着团队日夜奋战，把部门发展起来后，才转到销售部当部长。现在的技术部部长姚义祥，还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。曾经的奋斗与辉煌，此刻却显得如此讽刺。真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也会被卸磨杀驴。正想着，苏家咋咋呼呼的声音传来：丁明 ，MG 那边说磁环好像有裂缝，你赶紧处理。MG 可是公司的大客户，每年上千万的订单，对公司来说至关重要。要是搁以前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回复，但现在我伸了个懒腰，慢悠悠地说：这种大客户得部长亲自对接吧。你现在是部长，问我干啥？我就一普通销售员。说完，我站起身，直接往门外走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以前上厕所都得惦记着怎么维护客户关系，现在倒好，终于能偷会儿闲了。我在厕所磨磨蹭蹭待了20分钟，腿都蹲麻了才出来。刚洗完手，手机就响了。是 MG 的刘总打来的。说起来，我和刘总一开始关系可不咋地。MG 主要生产汽车发动机，磁环是核心部件，一旦磁环出问题，发动机就可能故障，甚至危及行车安全。这么大的责任，没有哪家公司敢掉以轻心。第一次公司给 MG 供货的时候，就出了大岔子。大量磁环开裂，那时候刘总态度很坚决，按照合同全部退货退款赔偿。
还要断绝和公司的所有合作关系。那天我连夜坐飞机去了 MG， 我陪刘总喝了3天，最终刘总答应给我一个机会，如果我能给出合理的解释，把问题解决了，就放弃追究责任，继续合作。那时候为了能保住单子，我全天泡在 MG 公司内部，磁环从运送到 MG 公司，再到生产装机，整整几十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跟了下来。那些天我几乎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其他时间全泡在工序上。为了看得更清楚，每道工序前后，我都会拿数百个磁环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直到看得眼睛发酸。直到10天后，我找到了磁环开裂的原因，用马不停蹄设计方案进行解决。问题解决后，刘总郑重地拍着我的胳膊说，我刘天没服过多少人，你丁明算一个，以后 MG 的单子就给你家做，有你我放心。往事从脑海中闪过，我接起手中的电话，丁明老弟，这可不是你的性格。电话那头，刘总笑着开口，以往在工作时间，只要 MG 反馈有任何问题，我都会在20分钟内做初步回复，但现在已经半小时了， MG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信。刘总，我不干了。电话一边的笑声戛然而止，电话那边，刘总沉默了近10秒才继续开口，老弟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我不做销售部部长了，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员工。刘总诧异地提高音量，你可没到退居2线的年纪，怎么，你们公司还有人能力比得上你？刘总的话带了几分质疑，而我只是笑了笑。想到公司今年正式上市的消息，刘总猜到了些什么。老弟，我不知道你们公司一些人脑子是怎么长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只要来 MG， 直接空降销售部长和技术顾问的位子，考虑一下。曾经刘总也尝试过开丰厚条件将我拉去 MG， 但那时候我拒绝了。公司从无到有，从第1炉磁环生产到接到第1批订单，都是我亲自跟下来的。尽管刘总开的条件丰厚，我也没有想起过离开的打算。但现在，刘总，我考虑一下，行。另外，一码事归一码事，磁环出问题，给不出满意的答复，我可是要向你们公司问责的。自然，一切按照合同来。当我回到销售部，里面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。丁明，你是不是掉进厕所里了？这么久还没回来，快过来，看看怎么回复 MG。坐在部长位置上的苏佳显得有些焦躁不安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苏佳似乎完全忘记了他自己以前每小时都要去厕所，一待就是半小时。苏佳只是从国外镀金回来，学了一些销售的皮毛，对于技术方面，他可是一窍不通，连客户提出的问题都看不懂，更不用说如何回复客户了。看着苏佳的样子，我忍不住觉得有些滑稽。即便是销售部的普通员工也知道，遇到这种问题应该去请教技术人员，而苏佳却只会坐在皮椅上盯着邮件，好像只要盯着看就能知道怎么回复似的。我挥了挥手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怎么回复？你这个销售部长全权负责就好。问我干嘛？我命令你起草一份回复。哦，那你等一下，我能力有限，需要时间想想怎么回复。说完，我坐在座位上，开始津津有味地浏览起最近生产方面的新闻。虽然不需要统筹全局，但我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，只有每天对行业内情、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了如指掌，
面对客户的时候才能从容不迫。我正看着手上的新闻，突然一份销售报价单递到了我面前。明哥，你要不要帮忙看看这份单子？我瞥了一眼，是提供给另一家大客户的新品报价单。报价单代表着一个公司的水平，需要对各个工序、人工及材料成本非常了解。公司规定，客户反馈报价单出错，一次罚款1%的工资。以往销售部所有的报价单都要经过我的审核，即使我在外出差，也会按照要求拍照发给我进行审核，确保不会出错。以至于现在所有人都养成了习惯，报价单交给我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报价单给我看作什么？我一个销售员可没有看客户报价单的权利，这可涉及公司机密，直接给部长看。说完，我便将报价单递了回去。每一份报价单都有几页，审核这东西可要占我不少时间。在小芳将报价单拿回去的时候，我听到她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给他看，他还不如我呢。”我刚喝一口水，差点喷了出来。我赶忙将口中的水咽了下去，轻咳了2声，对部长尊重点，知道吗？1小时后，苏家的桌上已经堆了3份报价单，给 MG 的回复还没弄好，报价单又堆了起来。苏家看着桌上的东西，已经有些崩溃了。他咬着牙站起身，将桌上的文件抱了起来。随着噔噔噔的脚步声，他一下将所有的文件拍在我桌上，瞪着眼睛盯着我。有事？我瞥了一眼苏家，又收回了目光。刚看到新闻的关键地方，可不能被打扰了。把这些文件审了，我头也没回。审文件，部门规定的流程是销售员做完文件给部长审核，再提交老总签字。我没有资格审核。苏家紧咬下唇，直到将嘴唇咬得泛白。我给你权利，你来审核这些文件。哦，我应了一声。公司部门的规定，我可太熟悉了，这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。审核可以，但一份我需要1下午的时间，这是销售正常做一份报价的时间。苏家一下绷不住了，他猛地一拍身边的桌子，丁明，我请你审核是给你面子，地球离了谁都照常转，你不要觉得公司离了你就转不下去了。我抬了抬眸，小姑娘修行还不够，做销售的第一课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会消化情绪，难不成要把火发到客人身上？轻便。我不咸不淡回了一句，拿起身前的手机给妻子发去消息。工作太忙，我1年也没时间陪陪他。今晚约家人出来一起聚餐。当苏家再次现身时，他身边多了个林总。苏家脸上那股得意劲儿，一看就是有人给他撑腰了。丁明，你欺负下属吗？林总，这顶大帽子我可戴不起，我做的都是符合公司规章的，哪里欺负人了？那你的责任呢？我挑了挑眉毛，真没想到人能这么不要脸。林总，在其位谋其政，我哪没尽责了？林总指着我，气得手都抖了，然后他一甩胳膊，丁明， MG 已经正式投诉我们公司了，你赶紧去处理。我掏了掏耳朵，笑着说，林总，您没搞错吧？这种投诉得部长出面，找我一个小销售员干嘛？好，好，好。林总连说了3声好。你不处理是吧？行，我今天还就不信了，没你公司就转不动了。销售部、技术部这么多人，还能被一个投诉难住？呵呵。我看着手机里老婆的回复，眼睛一亮，怎么处理？那是他们的事，我现在要享受一个普通员工的日常生活。林总走的时候，把销售部的门摔得震天响。明哥，
你真不管了？小宋在我旁边好奇地问了一句。这话不能乱说，是我的职责，我会去做。不是我的职责吗？谁行谁上。下班的钟声在我耳中从未如此动听。过去，我常常是办公室里最后离开的人，有时甚至要熬到晚上9点，偶尔熬到凌晨也是常有的事。我几乎都快忘记了，公司规定的下班时间是5点。丁明，你要去哪儿？苏佳看到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她立刻站了起来，一脸焦虑。去哪儿？当然是下班了。我歪了歪头。下班了，工作也做完了，公司难道不让人走吗？凭借我曾经作为销售部长的经验，普通的销售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。我早就把今天的工作搞定了，就连 MG 的投诉我也草拟了一个初步的回复。当然，这只是个草稿，完善回复内容是销售部长的职责。苏佳可以提修改意见，我来负责修改。但苏佳支支吾吾了半天，也没提出任何修改意见。现在下班，合情合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苏佳有些生气地指着我，手指都在发抖。你看看，销售部有人走了吗？大家都没走，你凭什么走？听到苏佳这幼稚的话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大家都不走，是因为手头的工作还没处理完。你看看，一旦处理完了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苏佳不会真的以为大家都热爱工作吧？我轻蔑地笑了笑。如果你觉得我按时下班有问题，你可以向上面反映，反正我下班时间到了，我得走了。说完，我推开门就走了。我刚走出去不久，就有人追上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是技术部部长姚义祥，也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徒弟。师傅，我就猜到你今天会早走，你也这么早就走了。师傅，我现在可是技术部部长，我想走，谁敢有意见？正好，我约了你师娘出去吃饭，一起吗？当然好啊，咱们订了附近挺火的火锅店，一直想尝尝，就是没腾出空儿，现在终于闲下来了。手机里老客户还在不停地找我，我挨个回了句，就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公司规定下班后，像我这样的主管得随时待命。以前我当销售部长的时候，手机24小时开机，随时准备帮客户解决问题。但现在我只是个普通销售，下班时间就是我的私人时间，有事上班再说。销售部没联系你。看着旁边大吃特吃的姚义祥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联系了啊。姚义祥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，回答道，他们让我给客户出方案，那你还有心情来这儿蹭饭？嘿，姚义祥不屑地撇了撇嘴，我又不是师傅你，方案这玩意儿哪能一蹴而就？谁不知道公司里就属师傅你经验最丰富，这些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，我也只学了个皮毛。再说了，他说让我弄，我就得弄。公司有明确的工作流程，让他们等着去。听着姚义祥的话，我没吭声。恍惚间，我想起了过去，刚进公司那会儿，我大学毕业，正是干劲十足的时候。那时候刚开始生产磁环，问题多得不得了，是我和老何天天守在生产线上，琢磨着怎么改进。后来有了客户，我们又全国各地跑，实地帮客户解决问题，看得多，做得多，自然懂得也多。这里面的门道，不是随便说说就能讲明白的。想着这些，我轻轻叹了口气。老何年纪大了，去年就退休了，现在我受到公司这样的对待，确实让人有点心寒。摇了摇头，我把那些多余的情绪都甩开了。你小子有天赋，也聪明，就是没耐心。很多问题
你得亲自去现场，只有亲自去看，用心琢磨，才能解决。师傅，你又开始了。姚义祥放下了筷子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哪有那么简单？所以师傅，你是我们技术部很多人的榜样，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，竟然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白莲花当部长。今天找我的时候，连基本术语都不懂。师傅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徒弟我都支持你。我看到了姚义祥眼中的坚定，心里不禁暖和了几分。我明白姚义祥的意思，但我还没决定好。不说这些了，先吃。我1年都没好好休息了，以后都得补回来。经过多年在销售领域的摸爬滚打，我的酒量已经锻炼得相当了得。姚义祥这小子竟然想要跟我较量酒量，真是自不量力。结果他喝得烂醉如泥，还是我找人帮忙把他送回家的。之后，我和妻子一起漫步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向妻子讲述了今天公司里发生的事情。妻子紧紧挽着我的胳膊，抬头凝视着我。公司这样对你，你还打算继续待下去吗？我轻轻咬了咬嘴唇，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以前我做决定总是雷厉风行，但这次我却犹豫不决。我也说不准，公司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感到心寒，但我清楚记得公司曾经不是这样的。一开始，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心只想把公司发展壮大。然而，自从公司来了几位新的决策者后，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。尽管如此，对我来说，公司就像我亲手抚养长大的孩子，总是难以割舍。再观察一段时间吧，那时的我对公司还抱有一些期待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林总他们竟然变本加厉，越来越过分。昨晚，我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，一整夜都没响过。当我早上睁开眼睛，发现手机里已经堆满了几十条未接来电和短信，这些信息大多是老客户发来的。我点开客户的消息，一看到内容，我头都大了。3个大客户对我们的新报价提出了疑问。我仔细核对了他们发来的报价单，发现价格比平时高出整整3个百分点，这简直是疯了。当我赶到公司，苏家已经坐在他的工位上了，脸上挂着一丝得意。哟，这不是最早离开的丁明吗？苏家话音未落，脸色一变。你以为报价恢复这种活，我干不了？你以为公司离了你就不赚了？我可是海归精英。我没搭理苏家的冷嘲热讽，只是掏出手机。这报价单是你做的，价格怎么这么离谱？你这是乱来！客户已经不高兴了，你知道吗？苏家突然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。怎么？你看清楚了，上面有林总的签字，林总都同意了。你一个销售员，有什么资格质疑？再说，现在原材料价格涨了，提点价有问题吗？听了苏家的话，我气得笑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市场竞争有多激烈？这样的价格，客户凭什么选我们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林总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他手里拿着刚签好的报价单。我们公司产品的质量在这里，客户凭什么不选我们？苏家做得对，我觉得这价格早就该涨了。你就是嫉妒公司产品利润高，你就是不想让公司好。还有，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你一个小销售员，没资格质疑高层的决定。看着他们俩那自以为是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。他们不知道，这样做只会把客户推向竞争对手，更是白白浪费了公司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。这一刻，我对自己曾经的付出感到不值，心中萌生了离开的念头。我不再争论，而是坐回到了我的位子上。
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，告诉自己要放宽心。我打开邮箱，看到了姚义祥发来的邮件。姚义祥在邮件里跟我说，苏家已经给 MG 公司做了正式的回复，回复的内容已经发给了姚义祥，姚义祥又转发给了我。我静静地把回复内容看完，发现回复都是些套话，一点实际帮助都没有。我关掉了邮件，心里有种预感，公司可能很快就要出大事了。公司的问题比我预料的来的还要快。第二天，我刚到公司，就看见林总黑着脸，脚步匆匆地往总经理办公室走去，身后还跟着苏家，两人脸色都难看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。我像往常一样走到自己的工位，刚坐下，小宋就凑了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明哥，听说 MG 那边彻底怒了，要取消今年的所有订单，还要索赔呢。”我挑了挑眉，心中早有预料，淡淡的说：“哦，是吗？那看来事情闹大了。”小宋接着说：“可不嘛， MG 可是咱们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，他们这一撤，公司今年的业绩得少一大截。林总和苏家现在估计正被宋总骂得狗血淋头呢。”正说着，宋总的秘书匆匆跑出来，对着销售部大声喊道：“丁明，宋总让你马上去他办公室。”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不紧不慢地朝着总经理办公室走去。推开门，就看见林总和苏家低着头站在宋总对面，宋总则是一脸铁青。看到我进来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下怒火，说：“丁明， MG 的事情你知道了吧？现在公司需要你出面解决这个问题。”林总抬起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甘和愤怒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说：“丁明，之前是我们考虑不周，现在只有你有办法挽回局面了。”苏家也在一旁附和：“丁哥，你就帮帮忙吧，这次是我没做好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冷冷地说：“宋总，林总，之前我提出异议的时候，你们可没给我说话的机会，现在事情搞砸了，才想起我来了。”宋总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丁明，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公司培养你这么多年，现在公司有难，你不能坐视不管。只要你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年终奖的事情我们可以再商量。”我心中冷笑，这空头支票开得倒是轻松，不过我也知道 MG 的事情确实不能就这么拖着，毕竟这里面也有我多年的心血。我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行，我可以试试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”林总眼睛一亮，连忙说：“你说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一定答应。第一，恢复之前的销售激励政策，按照实际业绩发放奖金。第二，销售部的事情以后必须按照正常流程来，不能随意干涉。第三，苏家必须为他的错误负责，至少要公开道歉。”我条理清晰地说出我的条件。宋总和林总对视了一眼，宋总咬了咬牙，说：“好，我们答应你，但你必须尽快解决 MG 的问题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给我1天时间，我会联系 MG 那边，争取先稳住局面。”离开总经理办公室后，我立刻回到工位，开始准备资料。我拨通了刘总的电话，电话那头很快传来刘总沉稳的声音：“丁明，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。”我苦笑着说：“刘总，这次的事情是公司这边的问题，我向您道歉，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”刘总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丁明，我不是不给你面子，但这次的事情太严重了，你们公司随意涨价，回复问题也不专业，
这让我们怎么放心继续合作？我连忙解释，刘总，涨价的事情是公司个别领导的决策失误，现在已经纠正了，而且我向您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我们公司还是很重视和 MG 的合作的，您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刘总叹了口气，说：丁明，我知道你是个靠谱的人，但这次的事情影响太大。这样吧，我可以先不取消订单，但赔偿的事情必须按照合同来，而且后续的合作我们要重新签订合同，价格方面也要重新谈。我心中一喜，连忙说：刘总，您放心，赔偿的事情我们一定按照合同来办，后续合作的事情我也会全程跟进，保证不会再出问题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把情况汇报给了宋总。宋总听了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说：丁明，干得不错，赔偿的事情你尽快处理，后续合作的事情就交给你负责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一边和 MG 那边沟通赔偿的细节，一边重新制定合作方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苏家倒是老实了很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公司内部又出了问题。那天，我正在和 MG 那边开视频会议，讨论新的合作方案。突然，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我皱了皱眉头，暂停了会议，出去查看情况。只见一群人围在销售部的门口，我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几个供应商。其中一个供应商大声喊道：你们公司必须马上结清货款，不然我们就停止供货。林总站在一旁，脸色十分难看，他大声说：你们别在这里闹事，货款的事情我们会处理的。供应商却不依不饶：处理？你们拖了多久了？我们也是小本生意，经不起你们这么拖。我心中一沉，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了，这可不是个小事情。我走到林总身边，低声问：怎么回事？林总无奈地说：最近公司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货款就拖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他们今天来闹了。我看着眼前的局面，心中有些烦躁。MG 的事情还没完全解决，现在又出了供应商闹事的事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供应商们说：大家先别着急，我们公司不会拖欠大家货款的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和公司高层商量，尽快给大家一个答复。供应商们半信半疑地看着我，其中一个说：那你说个时间，我们可不能一直等下去。我想了想，说3天，3天之内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供应商们这才安静下来，纷纷散去。我转头看着林总，说：林总，公司资金链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，不然会出大乱子的。林总叹了口气，说：我知道，但现在公司资金确实紧邻，我也在想办法。回到工位，我重新打开了和 MG 的视频会议，虽然心里有些烦乱，但我还是强打起精神，和 MG 那边继续讨论合作方案。好不容易结束了会议，我已经疲惫不堪。下班后，我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去了财务部。财务部的王经理看到我，苦笑着说：丁明，你也知道公司资金链的事情了吧？我点了点头，说：王经理，现在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王经理无奈地说：公司上市后扩林得太快，资金投入太大，再加上最近市场环境不好，回款又慢，所以资金链就有点紧邻了。现在供应商催款催得紧，我们也很头疼。我皱着眉头，
说：“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？”王经理想了想，说：“目前有2个办法，一是找银行贷款，但公司现在的情况，贷款可能不太容易；二是引入新的投资，但这需要时间。”我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王经理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资金链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。MG 的事情好不容易有点进展，要是公司因为资金链断了，那一切都完了。”王经理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会尽快和高层商量对策的。”离开财务部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中思绪万千。公司现在内忧外患，我到底该何去何从？继续留下来，面对这一堆烂摊子，能不能把公司救回来，还是个未知数。要是离开，这么多年的心血又有些舍不得。回到家，妻子看到我一脸疲惫的样子，心疼地说：“公司的事情还没解决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把公司资金链的事情告诉了妻子。妻子轻轻抱住我，说：“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，但你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。”我靠在妻子怀里，心中渐渐有了决定。第2天，我来到公司，直接去了宋总的办公室。宋总，公司资金链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我建议尽快引入新的投资，同时和银行沟通贷款的事情。我开门见山地说。宋总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，但引入新的投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需要时间。”我说：“时间不等人，我们可以先和一些有合作意向的投资机构接触一下，看看他们的态度。另外，银行那边我也会去沟通，争取尽快拿到贷款。”宋总看着我说：“丁明，公司现在需要你，你多费点心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一边跟进 MG 的合作，一边和财务部一起处理公司资金链的问题。我四处奔波，和投资机构谈判，和银行沟通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然而，就在我以为事情在慢慢好转的时候，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。那天，我正在和一家投资机构的人开会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宋总的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就听见宋总焦急的声音：“丁明，不好了，公司有几个大订单被竞争对手抢走了。”我心中一惊，连忙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宋总说：“竞争对手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我们公司资金链紧邻的消息，以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付款条件抢走了我们的订单。现在公司的情况更危急了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公司。公司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，员工们都忧心忡忡。我找到宋总，说：“宋总，现在公司必须尽快稳定局面，不然真的要撑不下去了。”宋总疲惫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但现在的局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我看着宋总，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宋总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我决定离开公司。”宋总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地说：“丁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公司现在需要你啊！”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宋总，公司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我尽力了，但公司的问题太多了，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。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能一直陷在这个泥潭里。”宋总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失望，但他也知道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你要记住，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谢谢宋总，我走之前会把手上的工作交接好的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忙着把手上的工作交接给了姚义祥和其他同事。
姚一祥有些不舍地说：“师傅，你真的要走吗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你以后要好好干，公司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”交接完工作后，我最后一次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，和宋总道了别。走出公司大楼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看这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，心中五味杂兵。这里有过我的辉煌，也有过我的无奈，但我知道人生总要向前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朝着新的方向走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